范例哥哥，哪里可以看到你的生活？范例哥哥，你这样讲我会有点吓到，应该没有奇怪的意思吧？好，认真讲，我觉得我做技术跟教学方面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比较多的价值。我会比较喜欢做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未来是有想试试看拍个 vlog 之类的，但是应该等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才会去拍了。有机会能分享长发的尴尬期如何度过，以及长发在职场上的影响吗？直接走完整穿搭主题。因为留长发，我主要是在疫情的期间，在算是一直都待在家的时候留的。那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算蛮长的状态了。在面试过程中，其实没有特别被讲到什么东西，不过是蛮容易被陌生人认为是做艺术的啊，或是设计之类的。其他的话，我倒是没有遇到实质上的工作上的有什么问题。至于穿搭主题，我对穿搭算是有一点点兴趣，但是也没有到说很懂。如果未来时间比较充裕，可能会尝试看看吧。恭喜哦，祝早日10万！我想知道你对键盘的要求与挑选条件。不过你用 MacBook 是不是没这需求？我自己从小到大几乎都是用笔电的，所以还没有特别买过什么特别的键盘，几乎都用最便宜的薄膜式键盘而已，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不过是还蛮想试试看机械式键盘的，太屌了！从你还在 UVA 的影片追到现在，继续加油！你没想到有看这么久的观众，还蛮感动的。你们的支持我都有看见，非常的感谢。好奇 James 为什么读完研究所选择回台湾？这一直是我不太想去触碰的话题，并不是因为我回来之后后悔了，而是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会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决定。不过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所以我就在这边分享一下我当时的心境。先从我一开始决定去美国的原因开始说起好了。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可能小学还是国中开始，我就非常渴望自由。我常常会想，我未来想要早点退休，不想要一直被工作绑住，然后把自己累到65岁才退休养老。那跳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在台湾当工程师，就算很努力好了，可能也是要工作到40、50岁才能舒服的退休。但是如果到美国工作呢，可能做到30几岁就财富自由了，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决定去美国的原因。当时完全是为了在那边工作而去的。不过到了美国之后呢，我慢慢发现，美国毕竟不是我的国家。就算是称为文化大熔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白人、黑人还有亚洲人，还是有各自己的圈子。那更何况是20多岁才到美国的我。我不觉得我能够完全融入那边环境。那长期住在美国的华人也很少是真的有美国朋友的，我是说真的称得上朋友的朋友。然后当时看了那些成功留在美国的学长，他们是蛮有钱的，可能买了跑车，但是生活就是宅在家里，下班就是打电动。这让我开始怀疑，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再加上我的家人朋友大多都在台湾，加上还是比较喜欢台湾的妹子。那虽然待在美国也不是无法偶尔回来，但是就是会有很多的不便嘛。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就已经确定了，在美国工作不会是我终极的目标，只会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要待顶多待个10年吧，不太可能永远住在那边。那后来我又怎么会从待10年变成直接回到台湾呢？那时候我在 YouTube 看到很多频道是在聊软体开发的，我发现有一种人叫做 Digital Nomad， 他们旅居世界各地，有些是用自己的程式能力创造一个服务来维生，有些可能是做远端工作来赚钱。那我当时就非常向往这种自由的生活。我会发现原来要得到自由，不一定要走存钱然后退休这条道路。题外话，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我一直觉得能够在白天大家都在上班的时间去健身房是一件很爽的事情。而当时我在美国过的生活却是自由的相反，我整天都在刷题，就为了找到一份工作，拿到签证留在美国。就算找到工作了，也不能随意离开美国，随时都在烦恼签证的问题。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就像被签证绑在那边一样。难道我要10年都过这种生活吗？这10年间，我会错过多少的东西？家人可能都老了，朋友可能都结婚了。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如果我不留在美国，那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前面说的嘛，自己创造一个 App 或是服务。不过这当然不容易啊，需要投入时间，也需要运气，不是1-2天就可以达成的。那第二个就是内容创作跟教育。我那时候受到非常多 YouTube 创作者的启发，那我也想踏上这条道路。这也是我研究所暑假开始拍影片的原因。以程式开发的教学这个领域来说，要找到一个影片品质是做得好的，然后有内容的，但是做不起来的，我还真的找不到。所以在我眼中，这几乎是只要坚持下去，100%会成功的一条道路。没错，我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我一开始拍影片就是想赚钱。不过能帮助到大家，我当然是很开心。第3点，我考虑的就是，难道我离开美国就永远回不来了吗？我觉得也不会啊。虽然难度会高非常非常多，但我相信你只要有能力，人不在美国还是有机会回得去。而且虽然不一定有美国好，但是除了美国以外，也有很多国家可以去啊。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在台湾工作嘛。虽然跟美国比，薪水是低蛮多的，但老实说，在台湾当工程师的待遇已经蛮爽的，所以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考虑到上面所有的选择之后，我发现我不留在美国，好像也还好。那当然，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觉得，至少可以待个2-3年，累积一点工作经验再走也不错啊。那这点我是同意的。如果我是在一个良好的状态去到美国，然后得到工作机会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留着吧。不过我当时是在课业加刷题找工作的压力下，持续这样1年多，当时已经刷题刷到很厌倦了。那时候状态，就算我在家里待一整天，我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刷几道题目，宁愿多拍几支影片。再加上我先后面临实习因为疫情被取消，然后我的 EAD 卡没有拿到，当时台湾又刚好有机会找我回来，这些因素全部堆叠起来，让我想留下来的动力就变得非常的低。那时候想想看，我那时候状态继续待着也做不了什么事，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就决定先回来。这故事是蛮长的，不过这就是我决定回国的整个过程。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有动力一直持续更新影片。就像前面所说的，影片做得好，但是没人看的频道几乎是没有的。以这个领域来说，那还有另一段故事，就是我频道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努力的做了1-2个月，才终于有50个订阅者。那后来因为开学，我就在忙课业，就没时间制作内容。结果某天我打开看了一下，居然已经有300订阅了。大家可能会觉得300订阅很少，也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获利。但我看到的不是表面上300这个数字，而是它成长的潜力。我那么久没有更新内容，订阅数还从50成长到300，这不就印证了只要你的内容对别人是有价值的，就会有人看吗？大家会愿意投资10几年的时间在学校念书，那我有什么道理不投资时间在这上面呢？总之，这就是我坚持到现在的理由。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达到今年5000订阅的目标。那我未来一样会持续带给大家更多有用的内容。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拜拜。